有请主持人赵传。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他们是谁？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伯宏兄。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影视演员贾小晨老师，欢迎贾老师。曲悦老师，欢迎曲老师。来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需要帮助的这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但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感觉不到爱。为了他我付出了这么多，可他还是不愿意和我结婚。我觉得他的付出都是有目的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好会持续多久。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不能理解我，我真的觉得这段关系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阮先生50岁，来自重庆，自营业主，有请。赵女士45岁，来自重庆，销售，有请赵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45啊，看不出来；50啊，是的。重庆这地方多养人呐，多年轻啊，两位啊！您是想？是这样的，是我要来的。因为我在我爸面前是说了一点，但是也不是说诋毁他什么，主要是我觉得他太急了。我们认识就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他就是说让我就是结婚，而且特别是强调要小孩，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快，还需要多了解。而且他有一个事儿做的太快了，感觉就是搞这些什么叶酸呐、钙片呐、什么备孕的是吧？就是他就给我准备这些药了，而且让我吃啊。你这心太我就急了，觉得他太急了。你只争朝夕也不能这样嘛。就是啊。你爹是不是就一听这个就觉得，看就想让闺女给他生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感情。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嘛，那么大，然后50岁了呀。如果就是早干嘛去了？再过几年有可能都没有生育能力了。少小而且就是说，我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没有看到孙子，特别遗憾。我也不想再给我的母亲让她再次失望。
所以说我这次就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那你不能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呀、你太急了，确实2个月。后来呢？是啊，而且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就转变了。自从那个药的事儿以后，药怎么了？主持人，我跟你说，有一天我去那个洗手间嘛，然后看到那马桶里好多药片儿，然后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没有那个冲出去又倒回来的吗？然后我去拿出那个药瓶儿一看，他把那个我给他准备那个备孕的药全部都倒掉了。你不想吃，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干嘛？你打算送给别人吃啊？是我想要孩子嘛。明白。我就觉得他太急了呀。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是需要再了解一下的，并不是就是说为了要小孩而结婚。然后后面我觉得就是那个药的事情过后啊，他对我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啊。比如说我是很注重仪式感的嘛，我也想浪漫啊。虽然是我年纪大，但是我感觉我心态挺年轻的啊。我就想恋爱的感觉嘛。然后就是我们认识半年的纪念日嘛，好，我就特别准备了一下呀。比如说我去买了新的衣服、新的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平时我不太做饭的，我厨艺不好，但是我做了一份丰盛的晚餐，我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去就是还学习厨艺，就是为了那顿晚餐，就是我特别重视的。半年纪念嘛。啊，就是，然后嘛，我就等他呀，他上班去了，就等他下班嘛。结果我等到10点多钟晚上了，就是他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居然是一个女的接的。其实我就是故意来刺激他，故意给他压力的，让他有一种那个紧迫感。行，虽然他是一棵大树，但他也只是一片森林当中的一棵大树。哦哟，听懂了。然后呢？然后我肯定是很生气的了啊！你看我做了那么大桌子一桌子菜，我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一口都没有吃。当时我就只有睡觉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太清楚。第2天，反正我醒来的时候啊，他给我一张什么那个孕前的体检单。生育嘛，肯定是要提前准备的，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肯定要提前保养。而且我想的是要结婚，然后就要孩子嘛。您这个做事儿做得太不厚道了。第1天晚上半年纪念日，人家在家苦苦等你，你跟其他的异性在一起，让其他的异性给他打电话。你的意思是威胁他，你要不给我生还有别的。第2天你摔一张表，你什么意思嘛？那你应该是跟人开开心心的过纪念日，然后把表给人家，哪种方式更好呢？你觉得？可能我做的有点极端，有点这个。合适这太寒人心了。行，那后来就分开吧？怎么没分呢？我还是就是觉得我想找回最开始他对我那种感觉嘛，就是他以前我们还一起出去玩啊，一起什么唱歌呀、打台球。哦，说到打台球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在朋友圈看到他在哪里打台球，我就跟着那个位置我就去了，我去找他。我去找她过后，看见她和我闺蜜一起在打台球，我就感觉就是你和我闺蜜在一起玩，为什么不叫我去？这也是森林当中的一棵树吗？闺蜜？因为认识她之前都是她那个闺蜜介绍的嘛，她的闺蜜在认识她之前都是我的闺蜜，我们有那个相同的爱好嘛。而且就是她本身自己也不喜欢打台球，我以前也教过她，每次她去球房待了3、5分钟不到，她就要回家。你自己回家也就算了，他每次都要拽着我一起回家，让我特别难堪。所以你没把你那闺蜜发展一个成你夫人？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嘛，她也不喜欢去夜店，然后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感觉还挺温柔的。所以说你那些闺蜜也只能是你的闺蜜。论踏踏实实过日子，还是眼前的这位女士，是这意思吧？是的。哎呀，你是真活成人精了，你把人全分好了，人都是带功能的，是吧？那是可以陪着打桌球一起疯的，这个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需要娶回家给你生娃，差不多吧？哎呀，你这个真是，那你喜欢她吗？喜欢啊。你爱她吗？爱。刚才你说到了，等于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没看到孙子，很遗憾。您不希望再把这个遗憾留给母亲了，是这意思吧？是，所以非常着急。那到底是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呢？结婚以后就生孩子嘛，前提就是他要跟我结婚的话，必须跟我生孩子，要不然你不娶她，是这意思吗？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啊，主持人，就是他，其实我认识他之前，我是不想要小孩的啊。最开始的他是对我挺好的，那时候我就想试着就是说，我们就是。
感情到了那一步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要他对我好，是因为他的那个模棱两可的态度，问题是后让面我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明白。现在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了呀。行。然后他现在对我这样的，就感觉他对我所有的好，就是为了让我给他生一个小孩。我并不是生育的工具，而且我这个年纪了，我是高龄产妇，我要是生小孩，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我肯定要觉得你对我很爱，就是说。但是最开始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啊，你既然跟我恋爱，肯定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他的态度就是老是模棱两可，而且就是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我们怎么理解？什么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我给他准备的那个备孕的药，他不吃，然后让他做那个孕前检查，他不去做。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那种我现在可以生小孩那种感觉呀。要是对我很好，对我很爱，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我们会结婚生小孩。我觉得你们俩，我觉得太急了他。对，我觉得你们俩都进入到了一个逻辑圈套里了啊，就都有一些前提预设，也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我给你生孩子，我嫁给你非常不安全。现在我没有找到这个安全的归属，那种感觉，没有安全的归属，我为什么要嫁给你，给你生孩子呢？对于你来说是。你相信我吧，我一定给你个安全的归属。他这么大的岁数，经历这么多的事儿，怎么可能轻信一个人呢？对不对？人家有人的难处，但是我们也会理解您想要孩子那种迫切的心理，所以咱们才请老师们一起分析嘛，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眼里，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对吗？在我这个年龄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回答我了。就是这么想啊。女生，你认为结婚不是为了生孩子？我的理解对吗？哦，对，不主要是。你们不用再解释，我知道你们肯定可以附加很多虚幻的东西。如果说我的婚姻状态，我希望在婚姻当中有一个孩子，让我的人生达到圆满，他的想法是对的，是对。他的急，因为怕他的年龄等不起，岁月等不起，但是你还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你们两个人就是奔着结婚去，这个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用自己对他的真心的这种爱去融化他，去改变他的观点。你没有做这样的尝试，而是一味的在物理上的什么什么验孕啊，什么这个药物啊，什么，你让他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种逆反，这就是你的错。就像他认为结婚并不是为了生孩子，就像你认为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理解的。就是这里面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没有高低，关键是你们两个持不同观点的人恰恰成为了恋人，这是最麻烦的。那么这个当中很显然，要么你们选择放弃这段感情，要么其中有一个人选择放弃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2个字：分手。我想早点解脱，对你们双方都好。对，宝红兄给的一个是双方在观念上的充分认可，同时给他们的建议就是简纯。简单一些，直接一些，要不然你为了爱我，你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观点吧。我给到阮先生一个关键词就是交易，我要什么，我开出了条件，你就是要生孩子的，爱都是放在生孩子之后的，你舍不得他对你的那个好，但是呢，你内心的深处，你明明就是不想要孩子，这谁都看得出来。你如果想要孩子，你在年轻的时候早就要了，你拖到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想要。你已经有一个预判结果了，然后在这儿跟他扯东扯西的，人家已经开出条件了，就告诉你我就是要生孩子，你来跟我谈爱，你要找爱情，找对你好的人，你就找那个不带条件的，真的把婚姻当成婚姻的那样的男人。你要是说贪婪他的好，那你就满足人家的开出的条件，你不能两头都站着呀。来，贾老师，贾老师已经摇头了。没有，我还是简单的来说吧。
错的。就是人对婚姻的态度，人对要小孩的这个态度是人的自由。我觉得咱们都错。哦，都错了。其实2位都是明白人，一位50岁，一位45岁，那生活阅历绝对不在咱们之下。他们俩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说的那些道理，他们不懂吗？当然懂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他们分手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明确对方要什么，对，并且他们也知道对方知道我要什么，并且他们也都知道对方知道我要什么，但他们还是在一起。开始明明是分手了嘛，他再过来复合，他也觉得将计就计嘛，我们就在一起，因为要各自达到各自的目的。所以说他没爱上您，但是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能够备孕并且怀孕的话，可以结婚。还不明白吗？你也明白，他就想要小孩，哎呀，他没有爱上你。但是呢，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他能跟你一起旅游，做饭给你吃，可以啊。所以2位都是聪明人，何必装糊涂？何必到这个舞台上来，让我们来分析这分析那？哎呀，你要注意呀，你也要注意，这是爱，这不是爱，没有，明白吗？我们聪明人就直接说话，人家就是想来这儿，双方谈清楚嘛。因为他们有见证人清楚，有见证人的谈清楚。他们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哎呀，我劝你得赶紧要小孩，或者说劝你不要小孩，对不对？没有错了，我们绝不会劝。所以没决定，你们自己做，你们都懂，就这样。所以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你有权利选择你自己想过的，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你有自己的权利选择你想过的生活。但是在你选择生活的时候，请你记住，这就是贾老师的那个后半段了，我们把它补全。因为你的生活可能涉及到一些人和事，你不要伤害了那些人和事，这就是责任嘛。其实说白了就是2层嘛。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从很人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2位的都没错。但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说，2位的想法都错。这个想法太过功利，太过现实。现在就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儿。你爱一个男人，你知道这个男人明天就要故去，这个男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给他留一个遗腹子，你怀不怀？您的问题也非常简单。你特别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辈子生不了孩子。跟他年龄无关，没有办法要孩子了，但是要孩子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还娶不娶她？你们俩把自己逼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们再回头看这个问题，你们才能找到答案，因为那就回归到了婚姻和爱情的本质，回归到了爱，只有那样，你们才能看清楚站在你们对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你们心里的什么人。如果不是，说清楚。分开也没什么，因为他不是你想要的。我更愿意相信，可能你一开始是喜欢他的，不喜欢你都不会提这个要求。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做法，让我们的所有人和他都认为你找我就是一个工具，也许是方法错了，道理是什么您自己考虑。对于您来说也是一样的，不要骗自己的内心，不要为了守住一个男人或者一段情感就违心去做。也许说我就不要孩子，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也许我不能要孩子，我们还能在一起。问一问自己，也问问他。最后的时间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说的是对方最想听的，也是你们心底最想说的话。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小霞，我知道你要那种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确实我没办法给你。我还是希望能跟你和好，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的带你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就是我认识你之前，我是不想要小孩的。认识你过后，因为你对我挺好的，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我也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所以这个问题我需要再想一下吧。因为毕竟
婚姻的全部不是为了生小孩，我也不想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想一想。今天出来跟以往出来不一样啊！我给你一个命题，如果你决定放弃不要孩子，你的假设是他没有能力给你生孩子，你们去领养一个孩子，您就出来，对吧？当然，如果你说我们这个情感压根儿都不那个了，不出来也可以。我们前提是还想在一起，但是我们修正他的条件，您就出来，啊，您为了跟他在一起拼死了，你要给他生一个孩子，您就出来。压根儿还是觉得我不能给他生孩子，我还没有什么保障。我讲的都是无前提的啊，不要考虑对方有多爱自己，是在你有多爱对方的前提下才有这种行为。听明白了吗，两位？听明白了吗？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先生愿不愿意为一段爱而放弃自己的执念，一定要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女士愿不愿意为了一段爱而放弃自己和一个男人一辈子轻松而幸福的享受生活？如果他们愿意，加上他们还够爱，那他们就会出来。如果他们本来就觉得不再爱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爱之上的附加条件，他们就不会出来。所以这一段我们看的并不是牵手，而是在看一对恋人对他们曾经爱的定义。我们是不是曾经爱过，未来还在不在爱？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就算测出来了。对。就是虽然话是那么说，事儿是那么做的，但是对他来说，爱是很重要的。行了，没事儿。那你目标简单明了，就去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跟你在一起生活，然后你们有了结晶就有了结晶。我觉得你今天有一个态度特别好，加油！谢谢您啊，谢谢，加油！谢谢阮先生，请回。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你们想象过吗？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先生就是为了要一个孩子而结婚的，但是真的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爱还是爱，孩子还是孩子，他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人家说，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看看行，大概最后我们明白了，在这一组关系里面，我不说有多深，哪怕只有浅浅的一点点爱，谁爱谁。稍多一点，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他陪伴了我大学4年的时光，可就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他却和我提出了分手。就因为我妈妈要求他准备一套婚房，而他没有办法拿出来。我能理解他家里的困难，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哥哥。可是为了我们的幸福，你就不能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我非常怀念我们大学的时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回到从前？恐怕从前是回不去了。你只有让他多考虑考虑你的感受，你却没有考虑过他的为难和自尊。祝你幸福吧，谢谢。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老师们，为我们提供了在情感当中不同的思考的方向。也要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谢谢你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